有一天，老和尚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去山门口割草。有人不理解老和尚为什么对老年人这么不慈悲呢？就问老和尚，他已经这么老了，你为何还要叫他去做那种粗活？老和尚说，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再不做一些事消业障，未来轮回的路上是很可怕的。老和尚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中国历史文化讲礼义，有大乘、小乘佛法。人如无礼义，学佛较难。中国自古有礼义忠孝，顺道而行，则社会安定，国泰民安。现代花花世界要得人身很不容易，如不讲礼义忠孝，即使得个博士，也难以救人。博士学一些有色相的、有生有灭的东西，不能究竟解脱，无法救人。眼所见，有生必有灭。古之圣贤有礼义，照规矩，世界太平，可救人。居士到佛寺供养财物，是为了种福田，要做到无相布施，功德才大。就是不执着布施的人、物及受布施者的相，这样功德才大。居士到佛寺念经拜忏，要诚心，要放下，不要人在寺里念经拜忏，心却挂念着家里的儿女。儿女自有他们自己的福报，要虔诚学佛，不要挂碍他们。若一心为儿女操心，就是愚痴的人。居士到寺里，把带来的东西供在佛前，即成三宝物，不再属于自己的了。假若带来的小孩要吃供佛或已供过佛的东西，就不可以自己拿给他吃，因为这已经成了三宝物，不属于自己的了。如要拿给他吃，要得到出家人的同意。居士到佛寺念经拜忏，参加法会，在生活方面要多将就，不要嫌吃得不好，因为寺里不同你在家中有好东西吃，住在寺里要能吃苦才行。居士来佛寺，要帮助寺里工作，不要闲着没事讲东讲西，搬弄是非。来这个世间，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苦，我们要知道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。儿子媳妇对你越好，你越贪恋，离不开世间，不知脱离苦海，仍在六道中轮回。这都是业障重，业障就是烦恼、挂碍，如挂碍家里的男女老少等。每个人挂碍不同，但都把自己的生死路忘记，甚至连临命终时将往哪里去也不关心了。有些小孩子现在就知道拜佛，这都是前世有种善根，
所以说，众生随业转，个人的业障不同，不能转业，就得轮回，烦恼无尽了。老年人如果知道回头念佛，就不会到四生里去，否则四生仍有份。有人问我说，定业不可转吗？我认为，人若知道信佛，回头念佛修道，则定业可转。每个人的业感不同，如果不觉悟，将娑婆以为极乐。如吃荤的人，在市场买鸡鸭，觉得很快乐，但悟了以后，觉得那是罪过。吃素的人看吃荤的人是罪过，他就觉得吃素是极乐。享福的人以为自己是在极乐世界，但不知道能否永远如此享受。等到福享尽时，则苦恼烦恼就来了。所以我们既然能皈依三宝，就应该要念佛，不要贪求子孙，要放下一切，不要挂碍他们。很少人一辈子都享福，有多少福享，就有多少苦。在家中应尽量拜佛念佛，闲话少说，以求脱离苦海。人的一生没多久，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有烦恼则人在生死中。四生也有他们自己的烦恼，如鸡有鸡的烦恼，所以要念佛才能了脱生死。众生随业转，有的转牛、猪、鸡、蝴蝶等胎卵湿化。我们要找这个出生死的路，一心念佛出生死，如不念佛，则随业转，仍在六道轮回。有人因为看不到，就不相信有六道轮回。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的，如牛、猪，那是谁去投胎的？在花花世界中，也可看出六道轮回。如电视剧在演的，就像我们在演一样。众生随业转，要随佛的清净来转，很不容易。要解脱，也实在不简单。每个人的脾气、个性不同，知性好相处。师父特别强调，我们要随人之性，合人之性。我们这个身体像地狱，灵光投在其中。在家人很难了解出家人的修行，我们不能叫你们在家人用像我们出家人一样的方法来修行。出家人可以指导在家人，知道在家人的品性，引导在家人向道，不是要在家人的钱。如果要钱，就有贪恋，应该是无形中感化在家人。解脱这两个字不简单，度人需随顺众生来度，需慈悲，不可依照和出家人一样的方式来度。对你们好，是希望你们以后像我们出家人一样来修。如有得恨，讲一句话就能度众。出家人身上穿的出家衣服不简单。布施的意义非常深奥。布施不一定是要布施金钱，若没有钱，
到寺里帮忙做事，也是布施。但布施也要看适当不适当，若布施不适当，也是没功德。有钱的人做善事或布施，要拿出很多钱，比较容易。没钱的人布施，需省吃俭用，节省几个菜钱来布施。钱虽然少，可是与有钱人布施很多钱的功德是一样的。人虽为万物之灵，若不修持，则与其他动物没有差别，脱离不了轮回。如果知道修行，就能脱离轮回。从因果上说，多生多劫以来，曾做过猪狗，到现在才变成人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因四生中，其他动物被深重的贪、嗔、痴所蒙蔽，很难修行。只有人有理智，能克服欲念，能修持。这是其他动物对修学佛法比不了人的地方。但因思想的进化，物质文明进步，人类欲念增加，贪欲越重，则减少学佛的信念，不能脱离苦海，这是很可悲的。古时候，朋友相交，很讲义气。有远道朋友来，丈夫不在，只有妻子在家，朋友见了即离去。现代人远道访友，朋友不在，而朋友的妻子在家，却很高兴地坐下来与有妻攀谈，不知道孤男寡女的机嫌，这是不如古人的义气之处。人类的贪欲越来越重，其他动物的活动是有时间性的，人类则不然，时时刻刻都在贪，因此造成许多的凶杀、抢劫，使社会不安定。所以人类要减少贪念，要用功修学佛法，使社会安定，个人脱离六道轮回。修行人的目的，要求得道，要求得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。其他外道所修持的还有生灭，若我们修成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，即可脱离苦海。有的外道在表现他自己，如跳绳、伏击等，这都是幻化的。道教讲求去病延生，而学佛不同他们一样，不求长寿，不现神通，实事求是，不做虚伪幻化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婆婆很生气地去向老和尚告状，说自己的媳妇多坏，多不听她的话。老和尚只问她说：你如果肚子痛，有没有办法叫你自己不痛啊？你如果拉肚子，能不能叫自己不拉呢？那位婆婆回答说：没办法。老和尚说：你自己都教不来了，怎能叫别人听你的话呢？
现在的读书人作兴到国外去留学，特别是到美国和欧洲去。这些西方国家不重视伦理道德，只讲求科学技术。尽管技术学好了，还是皮毛。做人的道理没有学，纵然一个个都得了博士学位回来，对国家、对社会，严格说起来，并无多大用处。西方人以物质文明点缀了花花世界，却又因不能明理上义，而使世界发生动乱，引生灾难。西方人不容易了解人生难得这句话的道理，自然对众生皆有佛性，也就是水陆四生、胎卵湿化、九类蠢动、一切寒灵皆有佛性这句话更无从体会了。我们的身体会坏，佛性却不会坏。众生虽有佛性，却天天在做梦，连吃3餐也是在做梦。梦在六道轮回，不出娑婆。要出娑婆，就需有缘得闻佛法，并照着他的道理去做。一切的力量都是从定中产生出来的，但只有在静中才能定。一个人在安定的地方能够定下来，还不算是定。要在烦恼的时候能够定下来，才算是定。娑婆世界是我们暂时借住的地方，一切皆幻化不实，如戏梦一场，到头来总是空。不要贪恋娑婆世界的一切，要万缘放下，念佛求生西方。阿弥陀佛才是我们究竟的皈依处，是我们的故乡。用斋时默念：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所谓的愿断一切恶，当我们拿起筷子与人争着夹好菜的当下，便是一种恶念。世俗人得富贵的，是过去生中布施的功德来的，今生享受福报。若没有无常的磨难和种种的挫折来刺激，便会沉迷下去，不知醒悟。如果不知道再以福布施，种来世人天的因，等到福消受尽时，便会堕落。这反而是福中藏祸。钱是无生命的东西，人则是万物之灵，所以我们要会利用钱，不要被钱所利用。有钱要会布施，脑中才会清爽习念，才会消业障。否则整天为钱烦恼，一直缴业障，这就是被钱利用了。你看看这个世界，大家都曾在迷梦中追逐名利，你争我夺。你好，我要比你更好；你强，我要比你更强。每个人都在比赛，看看谁的梦做得最大。结果，这些名，这些利，
生不带来，死也带不去，只是突然多造一些新的恶业，而此番再堕下去，人生也就难得了。我们这个人生实在是很宝贵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说人生人，狗生狗，各有其类。但是不论是生人或生狗，都是我们这个灵灵觉觉、不生不灭的灵性在转变的。我们这颗心所行的，如果是佛菩萨的心境，那将来就在佛菩萨的境地。如果心行所做的是贪婪，是愚痴，是嗔恚，那以后就是三恶道的一份子，甚至昆虫类、空中漂浮的微细众生类，都是经由我们这个人生不同的心性作为而转化的。十法界中的一切众生，无一不是经由我们这个人生而转化。我们这个人生并不是那么轻易过的，事实上，我们是在过这个人生劫。我们生是由业感而生，却往往带着更多的业而去。如果不知道入佛门修净业，在茫茫红尘中，为声色所役，为物质等娱乐所服，贪嗔痴业造得越多，命中后堕得越深。既然知道进佛门，听了佛法，便应当多念佛、拜佛、布施，将来才有个好去处。学佛人念佛，便是要在纷纷扰扰的六根尘中，找出一条超越生死轮回的路。佛念得越多，善根增加，正念增长，才不会随妄念业障流转，才有办法了生死。要成佛道，并非只念佛就可以了。念佛可增加佛根种子，善根力的人，将来还会有因缘入佛门修行。修行人念佛，本身还需受种种的病难与劫厄，以消除宿世来的业报。所以修行人都要吃苦，受种种的劫报，才能成就佛道。释迦佛不是一世便修成的，他也是经过多少的阿僧祇劫，受了多少的苦厄，才修成道的。有的人不明白修行的各种缘由，认为出家人修行怎么也会有病苦灾厄，也会这般死法。殊不知，这色身外表的病痛与外境上的灾厄，虽然与世俗人等受无异，但是这灵性的昏与明，则大不相同。世俗人这样的病苦灾难后，命终时灵光昏昧，为业所牵，人不免堕落四生轮回中。而修行人却能舍下这一生的业尘，一点清澈灵明的星光，超越六道，直往西方，这是大大不相同的。
人是带业来的，来这娑婆世界，受生死轮回的烦恼苦，受五蕴之苦。眼睛贪看好的，耳朵贪好音声，舌贪美味，每天只知道要如何经营，要穿得好，住得好，睡得舒适。世俗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以为人生只是为了享福作乐而已，却不知道这番作为乃是造业，造了一些贪业，带旧的业来，再造新的业去，这人生也就难再得了。而佛法中的作为是福慧双修，是把自己的身心付出，全为了利益他人，不着形象，不贪一己的私利，虽不为己，但在为人之时，同时也利益了自己，这是自利利他。虽然我们每天做种种的事物，穿衣、吃饭、睡觉等等，但这些都是有形象的生死因，必须还要了解，我们还有一个不可见、不可闻的一面。那一面并没有在看、在听、在吃，或是在做什么，是一条真正解脱的路。我们带恶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要晓得入佛门，由佛法中找到一条解脱的好路回去。一个人在生之时，若不能得到解脱，则死后也不可能得到解脱。有位美国留学生失信皈依弟子，来信请示老和尚有关科学家和一些宗教家对宇宙只有两派论点。其一，认为宇宙里有无量的银河，每一银河里有无量的星球和太阳系，而这些银河不断地向外膨胀，旧的银河膨胀消失了，新的银河又产生出来。另一说，认为宇宙的银河向外膨胀是会有止境的，到了一个时期，所有向外膨胀的银河将会收缩，这样一膨胀一收缩，循环不息。这两派的论点，以佛法观之，不知何者为是。老和尚嘱咐弟子回信说，以佛法的智慧来观这宇宙，并无所谓的大小、限量、膨胀或收缩，这宇宙的一切都是无人自心幻化出来的虚幻色相，是有生有灭的，是变化不定的，不是恒常如此。道教的修道人与佛教是不同的，佛教修行是为了了生死，道教则修长生不老。道教中有的很精进，他们也有一个罗汉体，有些罗汉体已经在山中活了好几百岁，还没有死，但是即使再活100千岁，人不就近，因为不能了生死。而佛教的罗汉修生死的解脱，要断见思二惑，要能舍身，不顾这个身体，不怕苦，修身
口、意三业，六根清净，才能解脱生老死苦。诸位在家居士，如果要你们粗衣淡饭，以种种苦行来学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大家还是会走文字般若、研究经典的路。所以，诸位在家学佛，还是以念佛为根本。不要看念佛很简单，业感重的人会念得索然无味，起烦恼，念不下去。所以，各位如果能够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这也是不简单的事。
喜舍的精神。所谓了生脱死，就是这个意义。众生无始以来，轮转于六道生死中，如果执着这个我，就无法了脱生死死生的轮回。你既然爱惜身体，为自身的强壮来学佛，这样连小圣也难入，何况大圣？大圣以舍身为菩萨的行持，更何况你又在道教、佛教两边中寻找徘徊，实在无一可成之处，非正道之为也。
今世父母生我，以后我再生别人，彼此辗转相生，再加上我们的杀业，现在你杀我，死我，以后我杀你，死你，杀业不绝，冤冤相报。这样一下子升为人，一下子又沦为畜生，在四生六道中来来去去，永无止息。六亲眷属就是我们轮回的伴侣。现在你既然晓得学佛拜佛，
老和尚在往生前第6天，忽然演出了一幕极其余韵深远的戏。这一天，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专念阿弥陀佛的作风，突然很紧急地叫大众为他诵大藏经。大藏经浩瀚如烟海，真不知从何诵起。于是大众请问老和尚要诵哪一部？老和尚回答说：中兄。大众就赶紧请出一大部一大部的藏经，搬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看他老人家一副决定要往生的样子，心中又急又难过，更不知从何诵起。老和尚就说：看你会什么经，通通给我诵。于是大众便一步步诵起来，心经、金刚经、药师经、地藏经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才发现连仅仅200多字的心经都几乎诵不顺口，可说是口诵心焦。当大众搬出大藏经一步步诵时，老和尚只幽默一笑，尽自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点也没受周围诵经声的影响。老和尚这一笑，真是当头棒喝。请问这次图来的教导，你体会了什么？承天禅寺正在建筑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大家都忙得疲惫不堪。老和尚竟然故意把一大盒原来已分类好的铁钉全部都搞混，然后对弟子说：你们去把这些铁钉分大小尺寸剪好。当时弟子们的心中涌起的念头是：师父啊，你怎么偏偏选这个大家都累得要命的时候来叫我们捡铁钉呢？然而老和尚把脸孔板起来说：难道临命终的时候还让你选时间吗？弟子们马上跪下来说：弟子现在就去捡。然后勉强振作，抖擞精神，把铁钉分1寸、2寸，按照大小分类，剪到半夜，才把铁钉都分好。然后去向老和尚回报说：弟子已经把铁钉分好了。老和尚却说：不要紧嘛是你的代志，不紧嘛是你的代志。念佛打七，无非是想让学者学习定静，看是否能克其领悟，否则一切打七也没用处。能于念佛中一心不乱，确实能得到所谓的念佛三昧。能达念佛三昧，则西方净土即在心中显现。念佛于念念无念中，其神识顿时直趋虚空，可见西方净土。实则此西方净土，又何尝离自性心中？在静中，或在念佛时，能不住于相，不生爱恨取舍，不念成败利益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一切归于宁静空寂中，则可显生光。念佛不是简单的，必得通身放下，内外各种纷扰都要摒弃，一心清净称佛名号，然后才能相应。
要能将一句六字洪名念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不要有一丝一念，其他杂念自然消除，决定会证到一心不乱。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，老实念佛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甚至在梦中都能把持得住，把一句佛号谨记在心，不为六根尘境所侵扰。到了这种地步，自然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。等到功夫纯熟，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现前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我们修行主要是专心于佛号，心心念念不离佛号，四体作物都是随喜做的，扫地也阿弥陀佛，煮菜也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事事随喜不挂碍，心则渐入西方境。要得到一心不乱，必先无悭贪，无挂碍，无散乱心才可。这个出家众比较容易做得到，在家众则种种俗物牵挂，放不下，较不易办到。出家人身口意三业清净，都摄六根，便能得一心不乱。打七念佛，为的是要得正念，或开智慧，是要去除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得六根清净。出家人也是在打六根清净，而不是在打吃得好或什么的。念佛是最简便的，不像持咒还需费脑筋。无论做什么事，心内默念佛号，有念像没念似的，恒常如此，才能有成就。念佛是最基本的，密宗也要念佛。念佛念到心中只单纯一念，无其他杂思想，便能预知实质。若还有其他思想，妄念障住，虽念佛也无法预知实质。大弥陀经中所说的西方圣境，不过是佛以此诱导众生，使其念佛，令精神上有所寄托与目标，主要借由一心念佛，令三障消除，心无妄念，而达自性西方，归入极乐。虽说极乐世界亦是妄，但佛究竟无虚言。临终时只一佛念而无他念，心达一心，照样随佛号往生。若人一心系念佛，则念佛可扫妄念垢尘；一心念去，至业障消尽，则智慧眼开，心无挂碍，自心则向西方境。以此无垢的心境，命终后即感莲花化生，佛菩萨众会一处，经中的西方境昭然在前，一点都不虚假，佛绝无妄语。但若众生不信念佛有个西方境可去，却偏执于眼前的妄念、业感
种种事项，以为实有，如此不务实修，嘴里虽说要往西方，也只是个妄念而已。生息的另一要件是必须了尽业尘，没有一切俗缘的牵缠，则生息有望。佛说净土三经，是西方十境，畅言往生的捷径，也不过是普摄群机，教化众生，令生心目坚固的心，一心持佛名而生息，达到度众生的方便法门。念佛要具信、愿、行三力，要能引声念佛，大地一音，就是各种声音入耳，即转成念佛音，而无分别，不被转去，才是一心不乱。我们妄念种子深重，念佛时不是头昏，就是被妄念种子牵去，所以念佛时必须小心。所谓带业往生，乃是佛菩萨诱导众生念佛之耳，令众生为了要带业往生而精进念佛。等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念不生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恶念，则心达西方境。否则带业仍要转人身，入寺修行，成为法师，才能成佛。带业并不能往生，但借由这个耳，却能使众生达一心不乱，一念不生的真正西方境。这是佛菩萨度众生的方便法门。出家人没有说往生不往生，出家人要发愿度众生，这就是佛菩萨。心若至诚，则念佛时不但有异香华光的瑞相，即使在山中以3根草为香柱，也会发出香味来。佛菩萨是遍满虚空的，不只在寺内，心至诚，就与佛相应。一切法门中，以专一念佛效果威力最大。念佛才能了生死。对于耳闻、眼见、鼻嗅、舌味、身触、意念等，不去分别挂碍，则能得到解脱。这才是修行的意思。现前第一念是念佛，全知是佛念，就是一切音声是念佛声，鸟声、车声、人声等，皆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摄一切音声，一切现象界入佛音，勿为所转。念佛才是真正清净正当的一条路。念佛即是往西方的路，同音念佛即到西方，不需买票搭飞机。西方法船是无色相的。打佛七是要度众生往极乐世界。娑婆世界的境界有生有灭，西方的境界是不生不灭。我们现在到别的国家，还要买飞机票。如念佛念到一心，则十方国土皆可到。念佛
即心心不离佛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要字字清楚，用心想，用耳听，用口念，要摄心专注佛号，万缘放下，要依此音声才能一心，没有能念所念，你在念或我在念，大家都依此佛号才能一心。西方世界也是依此音而念，一心就是专注此音，听音声而念。打佛七不要被俗念拖走，如不专心，则可惜来这一趟。故要一心念佛，一心注意音声。世间有很多的斗争，我们要找个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样清净的地方。我们糊糊涂涂来生，但现在要明白找去路，那即是念阿弥陀佛。四生都在不断轮回生死，皆因六根害了我们。六根对六尘起贪念，难得自在。在佛七期间，看能否找出一条了生死的路。故肉体就不是在打佛七了。如果太爱惜这个肉体，就无法解脱。西方在哪里？西方就在心头。佛号要念得清楚，念得集中。念佛要发愿生西方，离开苦尘，不要太爱惜这个肉体。用行的，心意要转变。诸佛菩萨都有愿力，而依此修去，在行住坐卧中，皆不离佛。拜佛、念佛都与佛相应。不要说为什么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？打佛七是为了让众生有要去西方的观念。娑婆世界很苦，念佛是要看西方的境界。前者是生灭的，后者则是不生不灭的。念佛要心心不离佛，不要被俗念给拖走。念佛定来即是禅，故说要有禅有净土。念佛随缘，什么事情都在念佛中随缘。不要说我要念多少佛，我在念佛，我在做什么，要心心不离佛。行住坐卧，一举一动都在念佛，哭也在念佛，脚踏一步也在念佛。念佛的力量集中，可达三昧。念佛三昧不简单。每个人带种种业障来，不要再带新业而去。要怎样念佛才能专心呢？说这个也是执着，妄想来了，不要理它就是。不要说我要怎样怎样才能怎样。念佛念到一心，心即佛，佛即心。天人看我们像黑毒虫，我们像厕所里的虫一样。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要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但我们却贪恋这娑婆世界，认苦为乐，就如同厕所的虫。我们认为臭秽不堪，但虫却贪恋
臭秽的地方。若把虫放在清水里，虫会死亡。弟子们常常来请示师父修行的方法。您老总是叫我们念佛，但我没听过您出声念佛。请问，没有口动出声，究竟怎样念佛呢？念佛重在心念，专精，且昼夜不间断，不杂乱。但你们如果能口念、耳听、心想，就是下手功夫，慢慢自然就会做到不分昼夜，一心念佛不乱。由于念佛得定而发慧，必有成就。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父母生来的，可是在父母未生我们之前，我们本来的真正面目又如何呢？死了又将归向何处？我们既闻佛法，知道有位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只要念他的名号，命终时即接引我们到西方。他有这个愿，我们也要有往生西方的愿。我们要深信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位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，具足信愿行，随时念佛。到临命终时，我们有正念能念佛，阿弥陀佛即来接我们。但若还惦念娑婆世界的任何一针一草，就要再受轮回。念佛若没正念，则想东想西，嘴念心不念。有愿就会专心，不专心怎么念佛？念佛有很多障碍，妄想，念一句都不简单。佛号要多念，这点最重要。念佛最重要的是要听得清楚，念佛要与自己配合，要念到能静下来，是自性在念，就是工作中也在念，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念，专心工作，别无妄想，这也是一心，此是佛心，与佛道合。应有正念，所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慈悲，所见的自然也是正知正见，这也是佛心。念佛，心才有寄托，才不会去着其他别的事情。念佛，离境与佛相应，才知此心与佛心相同。西方是归宿，如老农夫等太阳西下，可休息了。行的方面很多，善者念佛，念佛即入中道，没有好，没有坏。念佛亦属幻化，但属正念，故我们要以幻灭幻，以念佛对治妄想。念佛如有散乱心，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念，把全副精神投到六字洪名就对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有一天，有位记者上山勒索，向老和尚威胁说：“我的笔是很厉害的，假如不给钱，就给你登一篇。”老和尚只安然地回答：“尽管登上去，随你怎么写，我不需要人家恭敬。人家如果恭敬我，我还要天天忙着念大悲咒，加持大悲水给人家。人家如果不恭敬我，我正好可以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念阿弥陀佛。”这位记者也只好感叹老和尚不同凡响，真是世道无心皆可乐，人道无求品自高。出家人要修戒、定、慧，在家人则修不妄语等五戒。经、律、论三藏也很重要，一面看一面行，智慧开得比较快。经藏的智慧就在我们的心中，这个如海一样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不是用开示或讲经就可以开出来的，这是一种般若智，由自心中自然流露。而世俗的智慧，则是一种凡夫智，是在迷幻境中不自觉。如大学生的智慧，在佛门中仍是小学生。我们念佛，就是要念到花开见佛。什么叫花开见佛？就是凡事要去火性，要忍耐，和颜悦色，以道理行之。对人要亲切和蔼，不可一副冷峻的双脸，令人望之却步。当法师的也要这样，才能度众。凡事照道理来，就事论事，不可用烦恼心去应付。对人，不论是善人或恶人，都是和气地平等对待，不要去看别人的过错，这样别人对我们印象好，我们心也清爽。照这样做去，心无烦恼，便是花开见佛。看经书，只是要寻找一入道门户，而念佛才是切实了生死之行。学佛主要是要打破无明烦恼，舍悭贪而成佛。
我们出家要学粗衣淡饭，吃随便吃，不挑精致美味，只要东西能过咽喉，能填饱肚子即可。也不是不要吃，只要不过分，吃得刚刚饱就好，不要贪吃而吃得过饱。穿也是一样，能够蔽体御寒即可，不要选择美丑，这样才能消我们的贪嗔痴。要舍贪欲，否至三衣一钵的意思，也就是不要贪。中国这里是东土，达摩祖师将佛法东传至此地，此地性能素食，持不杀生戒，而西藏是游牧地区，百姓皆食肉类。当地的出家人出去托钵，也是化缘到一些肉类、荤类的东西。他们这样并不是表示他们吃了这些肉类就能度化这些生灵，而是以这些肉类维持色身的生存来修行。人家吃什么，他们也随缘吃什么。如果不明白这点，以为出家人可以吃荤，就任意的去杀食，这样不但自己造下杀业、冤业，修行不成，而且将来还会堕到地狱中去。若说出家人食肉不犯戒的，那必须自己修持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吃了肉，有能力超度那些生灵的，才有资格。他们看到一些生灵、畜生道的众生受苦的情况，起悲悯心，故意将他弄死，超度他们，免去他们的痛苦。我们人道的众生，有我们的烦恼重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一切贪嗔痴的苦毒逼迫，每天就是被这些无明烦恼业转来转去。而四生道中的众生，不论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或化生，他们也是一样，有他们的各种痛苦。我们人道是四生中最灵的，但是我们往往不懂佛法因果，为了自己的贪欲，想吃肉就任意宰杀。你看，当我们在杀那些动物时，他们也知道死苦，哀哀而鸣，而这哀鸣就是怨恨。杀了他，我们就与他结下冤业，将来冤冤相报，生生相杀，永远脱不出生死轮回。所以我们出家受戒要戒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戒经中告诉我们，不可伤害一切有情众生，不可杀害生命，我们要去遵守。而在我们修行功夫还不能持得很清净，完全不伤害到生命时，我们必须持不顾杀的原则，否则便有过失。我们今天能出家，是件不容易的事。你看，世界众生那么多，我们幸而能听闻到佛法，又有幸能出家，袈裟披身，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。这是我们过去曾持佛菩萨名号的缘故，有这个因，才有今天这个果。
我们今天既然出家，就要知道佛菩萨的意思，看一些经典，像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等，了解十法界众生的状态，知道各法界的众生是如何形成的，这样我们的行为才能有所依止。否则懵懵懂懂的不懂因果，出家了还像在家人一样争名争利，互较高下。这样下去，那么此生一过，人生也就难得了。要知道，我们得了这个人生，是要来修行的，是要过人生劫的。看看能不能借这个人生来了生死，成佛作祖。不要再依这个人生再造贪嗔痴的业，贪好吃，贪美福，贪享受，贪子女儿孙福，在六根尘中做梦，不知回头修行。那么这番人生过去，4生之中就有我们的份。畜生道中，牛、马、猪、狗等是我们人去做的，恶鬼道也是我们人去投的，乃至地狱道、化生类、湿生类，一切都是我们这个心去造成的。十法界中，一切都是依我们这个人身所造的各种业去形成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是在过人生劫，由这人生可修行成佛作祖，亦可造业堕4生轮回。我们现在出家了，就该依着佛法，找到一条修行的途径，看能不能由此超出生死轮回，脱离娑婆苦。有些人瞧不起出家人，可是要他们念佛，念没几句就起烦恼，念不下去，甚至听到念佛声，心中起压迫感，好像千斤的石头压在心中一样，这就是没有善根。出家人看经书，可以了解佛菩萨的意义，而且要受戒，戒律很重要，这是我们了生死的根本。持戒忍辱是第一道，要修苦行，粗衣淡饭，为常住，为众人服务，做功德，才能开出我们的智慧，才能亲身体会佛菩萨的意思。出家不是用6根行事，用6根行事仍是生灭法。6根分别，则有生灭；有分别，生灭，即成五浊恶世；无分别，则无生灭。世俗人沉迷于根尘的欲乐中，到最后难免先乐后苦。而出家修苦行，虽然吃很多苦，但终究是先苦后乐。看经讲法，如果自己不实修，还是他人的东西，等于在数他人的家宝，仍然不能脱出生死牢。万法归一宗，到最后还是要念阿弥陀佛，念佛修苦行，才能究竟了生死。
如果要练不倒丹，先要从淡泊2字开始学起。等到衣食住都能无碍，贪嗔痴也都消灭了，这样妄念自然消除，才能谈到禅定功夫。以前的祖师总是安守卑下，不惹人注意，越是默默无名，越是少攀缘，越是好用功。若是心多攀缘，则易根散乱；心多骄满，则易失败。道业若不成就，也枉费我们来出家。如果我们真为修行，龙天护法自然拥护，自然身心无所畏惧，外物亦不能伤害我们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心无种种心，众生皆乐见，人人皆有缘。在胎、卵、湿、化4身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曾去做过，在别道中受完业报，投入父母胎中，转为人身。所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人身，是从哪一道来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业障来，若不知归命佛法僧，持斋戒杀，勤心念佛，此生受报尽，将转入何道？自己也茫然不知，带着新的罪业而去，如此一去，人生也就难保了。出家人与世俗人究竟不同，粗衣淡饭，行住一切从简，以去除贪念，消除业障。若是再斤斤计较，吃好穿好住好，则令智慧昏昧，徒增妄念业感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还是属于6道沉沦中事。所以出家人食淡果腹，衣淡蔽体，不要汲汲于衣食事，因为那是属于4生的种子。出家人和在家人不同，在家人有争夺心，同是一件东西，譬如我手中这顶帽子，如果我说这是一顶帽子，大家都不会要；如果我说这是一件宝，大家就过来争夺。出家人的宝并不在这娑婆世界，而是西方金银、琉璃7宝合成的极乐世界。不要执着这个色身是我，这色身是要来受这娑婆劫的，而这个心却是要拿佛心出来应对一切。菩萨度众生，感应众生，都是以无形相的方式，在不知不觉、自自然然中度的，并不一定用语言或行动有相的度众。像佛殿中的观世音菩萨，在那里端坐无为，却度了许多众生来拜佛。修行成佛，行菩萨行，乃至广度众生，都是靠我们内心的愿力。如果内心的愿力坚强，必能度过重重的难关，而心不退转。如果确实是脚踏实地，有行持到那个程度，自然佛菩萨及天龙八部都会感应拥护，而达成愿望。
台湾出家很普遍，大都受过教育后来出家，而大陆出家是为了了生死，行苦行，学佛菩萨的苦行来出家。大陆出家要先修3年苦行，吃苦才能解脱。我们现在出家，在衣食住上不要贪恋，不要像在家一样，才能修出福慧。粗衣淡饭才能了生死。要学佛的福慧，3宝即佛法僧，僧就要好好的修，要淡泊才能修戒定慧。念佛定来就是禅。初学佛入门就要念佛，心心不离佛，心定就是禅。初步是训练身口意，我们出家了，就要找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，在念阿弥陀佛中，一面做苦功，头脑才不会乱想。我们来时是迷，而要回去的路，简单的说，即是念阿弥陀佛。我们是带业而来，但不要带业而去。出家要上报4重恩，即父母、师长、众生、国家恩，下济3途苦。出家要能好好修得解脱自在无挂碍，才有所交代。心觉法师请问老和尚，分别即是贼，对不对？老和尚回答，对不对亦是分别。一位澳洲籍的比丘僧义法师协同台湾法师来拜访老和尚，问道：师父从哪里来？老和尚说：从无所住来。法师听了很高兴，说：这是见性的话。你今天来，是你来还是谁来？是我来。还有一个我来就不对，有一个色相来去，还是有生有灭，皆是幻化。本性无来无去，不生不灭，无我无你。讲话没有准备，不想，一问马上能答，就没有来去。我们讲话经过想，就有来去。佛法不可思议，用嘴讲的还不是。台湾法师跟着问：请师父开示有关修行方面。受戒是受忍辱，耳朵听到别人骂你、刺激你不理，这就是戒。修行很难，尤其这个耐性更难。如果忍1星期、2星期、1个月，甚至1年、3年都容易，一生中忍辱实在很不简单。出家人的无名像火，在家人的无名像烟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出家人起烦恼时无可逃避，必须去面对问题，就像在火中炼钢一样。如果忍得过，浴火重生，就可以历练出解脱的智慧；忍不过，就容易火烧功德林。而在家人起烦恼时，因为可以逃避，
所以像烟一样蒙蒙，不知问题在哪里，却一直在那里闷烧着，无法解决问题。有位法师经常在国外闭关，来台密地修行，特地上山请教老和尚。我的关房很小，空气也不好。老和尚回答说：如果心闭关，这个身已够用了；如果身闭关，那事情还很多。波州三昧是智者大师所谓4种三昧中的一种常行三昧，师父所行的是一种常坐三昧。我不晓得我在做什么，你不说我也不知道，没说我在做什么。宣化上人来拜访老和尚，上人说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老和尚说：这还是有形色相，不过无形色相还是得从有形色相修起。我没说有形色相无形色相，借假修真。眼所见皆有生灭，耳所听也如是。请老和尚多注释，暗中加持我弘法。这次我本来要离开这娑婆世界，没想到却被信众留住。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从去。我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来去自由。法会期间，有位法师来寺帮忙领众诵经拜忏。他看见老和尚一天到晚都只坐在那里，就说：老和尚，您坐那么久？老和尚说：是你久。老和尚的意思是说，那是你认为的，我没感觉。老和尚说过，佛法并未衰微，人心却在衰微。又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国难生。老和尚接着说：因为人心衰微，所以社会风气乱，道德水准堕落，佛法自然不兴了。无世间法，礼仪道德，就无佛法。要佛法兴盛，就应该在人心上做功夫。中国佛教研究院的法师一行人到承天寺参访老和尚。老和尚双手合抱，意态安详地坐在大藤椅上，看到大家进来，面露微笑，点了点头，令人颇觉亲切。大家到佛前礼坐后，他要大家自己找椅子坐下。有位老师首先说道：我们是佛教研究院的学生，今天特来参访，请师父为我们开示。我觉得一个新出家的人应修一段苦行，也就是要粗衣淡饭，勤劳作物，不管是捡柴火、挑水、种菜、煮饭等，你都要做，多做苦工，智慧就容易开。一个初入门的人要把心安住，最好的办法是一心念阿弥陀佛。修苦行
做什么事情才算是修苦行呢？做苦工就是修苦行吗？一切都不计较，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别心，就是修苦行。大家都觉得老和尚答得很特别。请问老和尚，对研究教理有何看法？没什么看法，我觉得很自然。你们以研究教理弘法，我以修行弘法，一样嘛。弘扬佛法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应该以何种方式较为中肯呢？你们是以读书弘法，我是以念佛弘法，都需要。请问老和尚，您过去修行闭关，遇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您如何应付呢？要有信心，在自心深处要有一个依止。闭关时在吃的方面是否要越吃越少呢？不是的，要顺其自然，也就是要正常，要无所挂碍，要无我才是闭关。如果有我，吃多少的观念，那就不是修行，而是执着了。我闭关时有时是不想吃，所以不吃。故意不吃，火气会上升啊，不能修行。不想吃的念头起来了，那还是执着。不想吃是有一个我不想吃。有时不吃反而觉得很轻松安适，那只能轻松几天，是暂时的现象。因为我们还未到一心不乱、一念不起的境界，所以执意不吃，身体会虚弱下来。请问老和尚，念佛有何窍门？无有一窍，但看己心。有的不会念佛，要寿命长，求寿命长有何用？只是多一些时间去造业。会念佛的人心与佛同，多一年寿命，就多一年的无量寿佛。听说这里要重建大殿，信徒们发心要建，就给他们建，我没有挂碍，我不会高兴，也不会嫌烦。开始打坐时妄念很多，如何对治？妄念多就是业障，如要去除妄念，念佛比较容易。另外俗缘要少也很重要。念佛号是否也是执着？直持佛号不是执着，直持佛号可得正念。如有一点散乱心或名利心，那就是执着。一直要念佛，一直要念，是不是执着？这也不是执着，是精进。有人说念佛会着魔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你有此念头才会着魔，你心不专才会着魔。在《阿弥陀经》上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句，为何您说只专心持佛号即可呢？只要具足信心，那福德因缘就一切具足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信心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？是相信的信心，是每日3-5万声佛号的信心，是将全副生命投注下去的信心，是一心不乱、一念不起的信心。你自己具备了哪种信心，你自己应该知道，是否福德因缘具足了。一连串的问答，大家都有一个感觉，老和尚和一般传说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从他风趣的谈吐、无碍的辩才上，可以见到一位高僧的风范，不但增长了大家的见识，
更激励了大家的信心。某日上午，天下着大雨，有位法师带着某月刊社的同仁上承天寺拜见老和尚，请教他有关要创建禅修道场的意见。法师问：僧团的修持在山林和在都市有什么不同？老和尚说：起先宜在山林修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不止在都市中，街头都可以修。假如办一个佛教教育机构或一个禅堂，在山林好呢，还是在都市好呢？不要说我们要做什么，还有设想，就还有执着。您老人家在这里方便说法，还不是在办教育？这个承天寺也不是我的，如果是，我就成了守庙的庙公了。老和尚，这一生弘扬佛法，主要的大愿是什么？我一天到晚坐在这里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是大禅师的作为。多大？最大也不过我的椅子那么大。老和尚，您是禅净双修吗？我念阿弥陀佛。一般说来，禅净双修是否容易相应呢？在我没有分别。如果强调禅，还有我相，一开口就有个我。我们要身心变化得快，是否最好像您老人家一样，经常打坐？你现在跟我讲，我才知道我在打坐。民国68年，承天寺举办佛七，来参加佛七的一位年轻法师请示老和尚说：修行过程中有许多难关，要如何打破？老和尚回答：我们现在虽然出家，但是仍带有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结束、冤亲债主，这些都会来讨。我们要念佛，靠念佛的力量，一关一关的打破。民国69年，某一天，有位法师带着一些信徒来访，顶礼老和尚后，这位法师对老和尚说：出家以来，我一直深受种种人事上的刺激打击，与精神上的种种挫折磨难，不知是我没有修行，还是业障特别重。老和尚说：越是在修行的人，那些无始以来的罪业越是会现行，换成种种境界来折磨你，使你受苦。像身体的疾病或精神上的打击磨难，这些磨难会刺激你，使你体悟到说破人生的苦，而自求出离。你必须跳跃过这些障碍，越过人生的种种劫难，才能得到清净安乐，成就净业。一位比丘自彰化来，请教老和尚找道场的事。老和尚说：我们出家人既行天地间，这天地便是我们栖身办道处，还要找什么地方？出家人游山历水，到哪里便算哪里，并不是要去找什么道场，而是看自己有没有愿力。有愿力，临下竹子3、2根编转一下，也可以栖身，也是道场。有愿力克服每一环境的障碍，心便能安定下来，
这样在每一个道场都能安心办道。台南某寺的一位老法师，年82岁，出家不久，协同一位在家护法，1个月前由台南出发，参访台湾各地的寺庙，于昨日来到土城挂单承天寺。清早在课堂见到老和尚，请示老和尚修行之道。老和尚说，老年人出家要走修行这条路是比较慢，一心念佛待业往生西方是最快的。我老年才出家，人生各种困难危险的境界都经历过了，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。可是现在出家了，却觉得佛法老是让我理解不过来，请师父慈悲开解。老人家啦，不要再想要学这个搞那个，那是难有结果的。还是什么都不管它，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往生西方最要紧。我看你根本没有念。昨天上山来，匆匆忙忙，没时间念佛。匆忙是我们这个身体在匆忙，念佛是用这个心在念佛，不相妨碍。有念佛的和没念佛的来到这里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一个有念佛的人，他的举止行动言谈间会流露出阿弥陀佛来。我看你来到这里，心里根本没有带半句佛号来。同来的护法居士问，要怎么念佛呢？念佛就念佛，还要怎样念？老和尚反问这位老法师说，你在常住担任什么指示？香灯。担任香灯是最好利用来念佛的，一面擦擦抹抹的做事，一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最好的。可是这样子我会弄乱，会搞错啊。这怎样会弄错呢？你身上穿的这件僧服，你就不会把它颠倒穿。士林一位尼师和他俗家的兄嫂弟妹等眷属一行数人来参见老和尚。这位尼师向老和尚介绍过他的俗家眷属后，请老和尚为他们开示在家修持的法门。老和尚说，一子出家，七祖皆得度，你的家人由你来度他们也就够了，也最适合的，不必我这老人再来多话。高深大德的一句话，胜过我说1000句话，还是请老和尚慈悲指示。念佛，念佛是最好的。念佛该怎么念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念，不要嘴念心不念。念佛是最重要的，在家学佛要念佛，我们出家学佛也要念佛。再学一些种菜、捡柴、劈柴、煮饭、扫地呀，像从小学生学起一样。学佛要有像观音、普贤、地藏等菩萨的誓愿力，做一些人家不要做的事，吃一些人家不愿吃的苦，这样才有道可修。那些成佛做菩萨的，往往都是那些让人家认为笨笨的人在成就的。请老和尚告诉他们
在家学佛应如何做人？做好人，不要做坏人。我们来这世间就需要生活，衣食住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我们赚的钱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基本上过得去就可以，不要贪。剩余的钱拿去布施，做功德，这就是做好人。如果恣意的挥霍，享受，随心所欲，不知节制，不会做功德，这就变成坏人。有位法师来请问老和尚，他在中南部的大殿盖好后，该如何做弘法利生的事？老和尚说，不必挂碍那么多，盖好也是这样，不盖好也是这样，要办自己的事。我这承天寺也是一样，盖好也好，不盖